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呢，我将为你分享一下《流放之路2》目前我对于它这个物品稀有度的一些测试的结论，还有一些思考主要还顺便会吐槽一下它目前我认为不合理的一些地方。然后呢，我们这边为了比较直观的说明高稀有度对通货的影响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我现在面板，我是堆了一个691的击杀稀有度这个是拿马盾卡出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一个非常非常低等级的地图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65级怪物等级的地方是一个阶级1的门票。我们在这张图开一个裂隙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裂隙能掉多少通货。就简单说一下，我们只看 E 跟 C 这两种通货的一个掉落情况因为我目前刷折磨15吧，也是 T15， 大概一个裂隙也就是掉5到10个崇高石或者说是混沌石之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的只有阶级1的裂隙能给我们掉多少的通货。然后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精英就裂隙这边打怪的话，基本上就是找怪物密集的地方然后杀精英，因为掉落主要集中在精英身上。我这边是有点一个裂隙关闭变慢的天赋的，这个是我之前打 T15 的时候会点的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一把打完也是捡了不少的崇高石我们来统计一下，看一下在哪里。这工匠石这些就先不捡了就说一下，我们录这一期视频，录这个 T1 呢，主要是证明一下，稀有度对通货的影响不是说让你一定要去打折磨1只是专门拿这个东西作为特例说出来。你别到时候看了视频出去说琉璃告诉你就打这个 T1 的地图就好了 ，T1 地图爆率高不存在的，你能打还是尽量要打高阶的地图。你可以看到这张图，我刚刚裂隙随随便便清了一下清出来5个崇高石。其实运气好一点还能再多捡点混沌什么的。那这个成本是什么呢成本就是5000一张的 T1 地图，然后我们拿这个东西把它点一下，看看地图词缀都不好你就把它卖掉如果是比较好的像我刚才就是这么操作出来的一个 T1 的地图这里有个魔法怪和稀有怪的数量这里有个区域的数量，对吧？然后我再给它再加点词缀加了之后感觉还行然后我再给它加一个词缀这样依次类推，最后呢点一个可能是有稀有度或者有什么的地图。当然你要嫌这样麻烦你也可以稍微奢侈一点，直接用点金石来点，对吧？这样点的话，那你看这样会出一个比较好的东西稀有怪数量，对吧？怪物群物品稀有度，这样会出一些比较好的地图。然后我们再去找一个地图开一下，开哪个呢？我看一下。预兆这张图我真的不想打，太难走路了。这张图养的这么好，就拿给那还是打预兆吧我们是一个非常从心的人。那我预兆在哪里呢？这两个已经打个浮游吧就这边简单给各位演示一下，然后再说一下稀有度的这个概念。它主要是现在有一个两档的概念比较抽象，就你堆稀有度的时候，其实堆高了反而会出一些负面的效果。我们走2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张图的裂隙总之我们这边我边找边说吧把这边这个窗口我看一下在哪里在这里贴出来。就我一边在后台找裂隙一边跟各位聊这个稀有度的概念。就我们在流放之路这个编年史这边的 wiki 你可以看到官方是把稀有度分成了2档的，分别是1到5档以及后面的6到10档。在1到5档这个区间呢，有一个比较变态的点就是它会影响你的通货在掉落的时候的阶级我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我刚才打了一组折磨1就 T1 的精英这不是我把暴力的崇高扔出来，你看原来是5个，现在是这个，我中途也没有回城这真的不是剪辑坏了然后我们找到了这个
裂隙啊，再给各位演示一下啊，看一下这边的裂隙能掉几个崇高石或者说是混沌石啊。就通货的话，我目前实测下来，影响比较大的也就是崇高跟神圣这2种石头了啊。富豪这个东西影响也很大，但是你后期对富豪肯定没有对崇高跟混沌有需求嘛，因为毕竟崇高跟混沌还能当做通货来换换东西。富豪的话，你出去跟人交易，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是傻子，对吧？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这张图精英够不够多。裂隙这边的话呢，如果精英不够多，很多时候也是不出东西的。希望这一把的精英正常吧。啊，你看2只精英出来了，劈一下，对吧？2个崇高。就主要是现在，如果你像我这样刷折磨1的话，你其实不需要多好的装备啊，可能是装备造价是我的1/10或者1%，你就能刷 T1了。只要你学会堆 MF 啊，那你打一把可能也有个3到5亿的这个收入，而且还不用像我那么累啊。我刷折磨 T15那边啊，打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翻车，还要去精挑细选地图的词缀啊。这边这个图比较烂，扩散不出去了。你可以看到2把我捡了10个崇高啊，还捡了2个混沌石，对吧？这个就是收入。那如果你在我现在的构筑水平来看，这个收入肯定是很差的。但你如果是一个新人，你狂堆 MF， 你也能拿到差不多的收入。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稀有度这个系统这里说过的啊，增加将通货升级为更高价值通货的概率，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它下面的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就很抽象了啊。这个阶级就是目前 MF 不适合无脑堆的特别高的一个根源，就是你如果掉落一件装备，然后根据你的稀有度把它骰到了6到10，那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会出现让这个装备会有一个更高的阶级的未鉴定的词条啊。这个未鉴定的阶级5，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件装备上有一个高阶一点的词条吧啊。拿我们身上的装备举例，就是我找一下戒指之类的。不是这个吧？我去这边找一下我的一些杂毛戒指。看一下啊。我的魔力戒指呢？难道被我拆了吗？啊，就这个，拿这个戒指举例，就你看，它有一个33的最大魔力，然后我这边现在自己戴的戒指是179的最大魔力啊。如果同样按阶级来说，这件装备掉在地上，它显示魔力词条可能显示的就是阶级1。然后呢，这个179的魔力它掉在地上啊，要显示出它的魔力词条就是阶级5。意思就是说，你装备掉的时候，它的品质可能会变高，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因为一件装备掉出来，它的词条会非常多，哪怕说稀有度系统会筛选掉一些比较垃圾的词条，比如说照明半径，但词条这个东西组合起来还是很有可能会出我们不能用的啊。然后我跟各位再说一下，如果你堆到超过500 MF 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就是你地图稀有度再堆得特别高，你会发现你的通货不怎么掉了，你会开始狂掉这种未鉴定阶级2、3、4、5的装备，然后你就只能见黄了啊，通货什么的就捡不了了，就是这么抽象。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啊，我这边有一个比较简单易懂的这个堆积通货的推荐吧啊，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身上的物品稀有度只能凑到100左右，那么我会建议你去刷 T1 图和你能刷的最高难度的图啊。能刷最高难度就是比如说你能刷15，那么去刷15是可以的。然后呢，刷 T1 也可以。为什么刷 T1 也可以？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啊，你堆了物品稀有度，你就会增加你对通货的染色率。刷 T1 是简单易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情况是，如果你的装备水平不是很好，那么你可以考虑舍弃一些强度去猛堆物品稀有度，把它堆到200左右，然后再去刷 T1， 搞一些通货，再去提自己的强度。那这个是一个情况啊。然后还有一种叫养图洗图刷，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报地图的时候，地图也是有词缀的嘛啊，像这边地图上会有这种什么物品稀有度这样的词条，你去挑一些这种物品稀有度的图，然后再进行一个这种小点的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失落之塔上啊放这种界碑，对吧？我看一下界碑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界碑上也会有随机的词条，我们找这种加地图物品掉落数量或者是加物品稀有度的这种界碑。
我看一下我的这个界碑这边有没有啊，应该也是有的。哦，哎，不对，我看一下，在这里吗？哦，在这个地方啊，就这个地方，它会增加你物品的稀有度。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它这个词缀不是说它给区块挂上裂痕它就会有的，而是说只要你把这个界碑塞到塔上，那么整个塔的范围内都可以吃到这个词条。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我这个大草原这张图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吃了周围几个塔的增幅，它的物品它基础就有45的额外物品数量，还有稀有怪物，还有物品密度啊。养得好的话，你甚至能给一个图养上100%的物品稀有度，或者是100%的物品数量。目前我是个人比较建议养这个数量的，因为你稀有度后面会变高，对吧？然后这100档位左右该做的事情，然后下一个档位就是200到400这一个大区间，也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玩的这个档位。到这个档位，你可以不怎么去考虑地图的稀有度或者养图的稀有度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出现很坑爹的情况，就是稀有度太高了，一直在这个阶级6到10徘徊，然后他不给你加这个通货概率了，你就不怎么掉通货了，你不掉 E 也不掉 C 了，然后你在那里猛猛的看地上的黄装，猛猛的建黄啊！我之前也觉得建黄很有意思，但建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有点反胃了，所以就是你这个时候反而要去控制自己的 MF。理想来说的话，我觉得是300左右。这样的话呢，你的地图稀有度只要不是特别高，然后叠的特别高，你都能无脑进去打，打了就会有收益。然后最后就是500以上的 MF，500以上的 MF 特别高了，你这个时候去刷图是非常容易出现我前面说过那种不爆通货猛掉装备的情况的啊。那这种时候呢，就会推荐你反而去 T1 纯刷通货，或者是组队也会加稀有度跟物品数量。你可能再堆到一个更高的级别，它就都影响了，或者说是组队去抓 T1，那个通货会掉的非常多我今天跟人组队试了一把 T1，掉了可能一张图可能就掉了40多个崇高石，非常的变态然后这个就是目前对这个档位的一些推荐吧，然后就是这样。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琉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